大家好，这堂课我们来学习走滑断层与走滑断层系统。走滑断层又称为平移断层，是指断层两侧沿体的运动平行于断层的走向。根据断层两盘的相对滑移方向，走滑断层可以分为左旋走滑和右旋走滑两种。可以想象自己站在断层的一盘之上，正对断层的另外一盘，观察对面断盘的运动方向。如果对盘向左运动，则为左旋走滑；反之，则为右旋走滑。走滑断层在剪切应力环境中形成，其大地构造背景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大型走滑断层，往往形成于板块边界，两个板块之间的斜向碰撞，解耦后会形成大型的走滑断层。这些断层向下延伸较深，可能切过岩石圈，如美国西海岸的圣安德烈斯断层，长度超过1500公里，累积位移量超过600公里。另一类是板块内部的走滑断层，深度相对较浅，变形基本限定在岩石圈内部，向下终止于滑脱层。这类走滑断层在挤压和拉张的构造环境中都可以形成，主要调节构造走向方向上的位移量差异。关于走滑成因的力学机制，一般认为有两种，分别是纯碱模型和单碱模型。纯碱模型是指地层受到挤压应力作用，会发育两组共轭的走滑断层，两者之间的角平分线基本为最大阻应力 σ1 方向，或者是块体的挤压方向。我国的青藏高原周边分布着一系列近似共轭的大型走滑断层，地质学家将其解释为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挤压的纯碱作用所致。更为常见的走滑断层成因机制为单碱模型，也称里德尔剪切模型。地质学家里德尔通过基底走滑的物理模拟实验发现，实验中除发育主走滑断层以外，走滑构造在内还发育4级的走滑断层、褶皱、逆断层以及正断层。这些半身构造呈雁行排列，以特定的角度与主断层相交。这些构造现象与野外观测的实际相符。我们可以通过双手扭转一张纸，对其施展剪切作用，也会发现纸张上的部分区域发生了褶皱，这也是里德尔剪切作用的体现。里德尔剪切模型只是在一个大型的走滑带内部，不同区域会存在挤压、拉张和剪切的局部应力场。我们可以通过等效的应变椭圆来理解里德尔剪切模型，将剪切变形后的应变椭圆等效成简单挤压变形所形成。椭圆长轴方向为最小主应力 σ3 方向，短轴方向为最大主应力 σ1 方向，因而在垂直于长轴方向发育正断层、脉这些拉张构造，而在垂直于短轴方向发育逆断层、褶皱这些挤压构造。两组雁裂剪切破裂 R 和 R1 撇可以看作是最大主应力方向挤压所造成的共轭剪切破裂。从剖面上看，走滑断层的断层面一般较陡，有的甚至直立，在浅部常表现为向上分叉、撒开的断层组合，在剖面上形似花朵，因而被称为花状构造。花状构造可分为正花状和负花状构造两种。正花状构造在压扭性，也就是挤压加剪切的应力状态下形成，其特征是一条陡立的走滑断层向上分叉撒开，分支断层下陡上缓，凸面向上，既有走滑也有逆断层分量。被切断地层多呈背形，且断层上盘地层
比下盘地层高。复花状构造在张扭性，也就是拉张和剪切的应力状态下形成，其特征是一条陡立的走滑断层向上分叉撒开，分支断层上陡下缓，凹面向上，既有走滑也有正断层分量。断层上盘地层比下盘地层低，构成了是地嵌式的构造，嵌内地层平缓，浅部稍沉被正断层破坏的象限。花状构造是走滑构造系统中较为特殊的剖面构造类型，对走滑构造的识别有一定的指示作用。正花状和负花状构造的形成，往往和走滑断层沿走向上的弯曲，或者两条走滑断层的接部相关。在一条走滑断层走向发生弯曲的区域，或者两条近平行的走滑断层走向上叠加的区域，由于两盘地层的走向运动，会使这些区域处于压扭或者张扭的应力状态。具体的应力状态由走滑断层的旋向、左旋或者右旋、走滑断层的弯曲方向，或者断层接部的排列样式所决定。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在断层弯曲区域标注两侧块体的运动方向，两者相对时，区域处于压扭应力状态，发育正花状构造和挤压隆升；两者背向时，该区域处于张扭性的应力状态，发育负花状构造和沉降下陷。这些副地形区域接受沉积，形成盆地。这种走滑构造背景下形成的张性盆地称为拉分盆地。此外，走滑构造系统中还有一种常见的走滑尾端构造，叫做马尾构造。其特点是一系列断层与主走滑断层呈低角度相交，呈现马尾的形状，因而得名。马尾构造在走滑断层位移逐渐消失的走滑断层尾端最易发育，通过正断层和逆断层的形式调节走滑断层走向上的位移，通常作为识别走滑位移消失的区域标志。这堂课内容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